外交部19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出席第13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访问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土耳其。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出想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兴趣。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目前有约2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何魅力？与此同时，俄方宣布，普京将以视频形式出席此次金砖峰会。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赴南非出席会议。普京为何选择视频参会？来看报道。应南非总统府部长恩特沙韦尼和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土耳其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出席7月24日至25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13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于会议前后访问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和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后应询指出，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方期待利用此次会议契机，同金砖伙伴围绕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为处在动荡变革期的世界注入正能量，为将于今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政治准备。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同非方一道推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中方将同土耳其一道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推动中国和土耳其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外界注意到，据南非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金砖国家领导人将在此次峰会上讨论金砖扩员的问题。报道称，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拉马福萨说，目前有约2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他们希望我们接纳他们成为金砖国家大家庭的一员。And I'm told that we've got no less than 45 countries represented at this dialogue. BRICS countries represent close to 40%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truly be a catalytic progressive force for a more equal, inclusive, peaceful and just global order. 分析指出，经过10几年发展，金砖国家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展，合作成果日益丰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6月19号，据孟加拉国达卡论坛报报道，孟加拉国已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候选名单中最新的一员。6月15号，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总统马杜罗已提交加入金砖申请。6月14号，俄罗斯驻埃及大使鲍里先科表示，埃及已经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并对去美元化十分感兴趣。6月13号，伊朗总统莱西表示，希望加入金砖国家。This is going to be an important occasion for all the BRICS countries, but more importantly, for those others who are going to be participating in one shape, form or other. We hope will be able to honor these invitations and come through to our country and participate in this very, very historic summit that will be taking place. 另据俄新社7月18号报道，南非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阿尼尔·苏克拉尔表示，金砖国家未来可能扩员到50国以上。俄新社转引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的报道称，苏克拉尔承认各个国家都想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他强调，正在从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转向一个可以有更多选择的世界。从去年年初开始，美西方将他们的美元将货币武器化，那么将美元结算转变为对俄罗斯发起全领域全方位制裁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见证这个转变之后，他对于美元的这样一个疑虑，他的焦虑心理
需要有这样一个及时的手段去对冲。那么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中国以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为代表所建立这样一个金砖国家合作平台，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实现一个独立自主经济发展的一个机制，因此显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热切的希望能够加入的情绪在。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7月19号，南非总统办公室网站发布声明，南非已经确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形式，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领导人将出席峰会。另外，南非与俄罗斯双方一致同意，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代替俄总统普京出席。声明还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发布首脑峰会中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的全面声明。南非国家领导人拉马福萨表示，相信这次金砖国家峰会将取得圆满成功。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all BRICS member states, President Putin will not be attending the summit. However, Russia will be represented by its foreign minister, Minister Lavrov. 同一天，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将以视频连线方式全程出席金砖峰会。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已不是第一次拉夫罗夫代表普京出席国际多边会议。去年11月，普京未出席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代表他到场出席的人正是俄外长拉夫罗夫。佩斯科夫于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决定不参加 G20 峰会，是由于其日程安排和留在俄罗斯的需要。另外，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未见普京身影。俄罗斯方面是由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率团参加。外界关注到，普京也未在 G20 峰会和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线上视频讲话。俄罗斯方面可能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留在莫斯科统揽全局，可能是一个更加符合俄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处置办法。那么同时，为了展示俄国对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尤其是同金砖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视，那么采取以视频形式出席，同时派出全权代表外长拉夫罗夫参与会议，是无论是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东道主南非来说，都是个更为稳妥的处置。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所谓逮捕令。美西方舆论声称，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有义务逮捕踏上南非国土的普京总统。还有舆论声称，有鉴于此，南非或将金砖峰会主办权一手交予他国主办。但南非总统府当时就驳斥了这类假消息。根据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拉马福萨在受访时强调，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若国际刑事法庭在总统普京参加南非的金砖峰会期间将他逮捕，就是对俄罗斯的全面宣战，因此呼吁各国不要轻举妄动。但不止国际刑事法庭，南非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也施压政府要借机逮捕普京。对此，拉马福萨批评民主联盟不负责任，他表示，冒着与俄罗斯交战的风险不符合我们的宪法。拉马福萨说，执行逮捕令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平与秩序。基于这一事实，南非将争取国际刑事法院规则下的豁免。有观察指，拉马福萨邀请普京出席金砖峰会，承诺保障普京安全，并宣布对包括普京在内的与会者给予外交豁免权，确实做出了很大努力。尽管如此，普京决定不线下出席峰会，而是以视频方式参加，也是从峰会成功大局